16世纪的那个 Thomas More 对英国的这个集权专制的不满意，所以 Thomas More 就到英国外面去弄一个 Utopian 乌托邦。所以在大海洋流动的那个时代，他们都是靠着这个木头船嘛，到全球世界地。所以台湾大概那个时候接触到这一个流变，所以你看到那个台湾的北边有一些葡萄牙、西班牙人的那个流来的这些船在那边记录下来。三招岭就是圣地亚哥，我就觉得这种洋流的观念来看，会不会是一个客栈？往北漂的时候到这边来，有一个岛山，然后就休息，所以导致说我们的种族那么多。当时候300年前，其实政治上的角度来讲，其实汉人的势力的核心在嘉义县，就是诸罗。所以这一群人上来之后呢，其实汉人其实是待在港口这个地方，里面呢全部都还是原住民的状态。好，这一张，1709年，陈赖章垦号，汉人拿到那个 license 进入了淡水河的右岸进行开垦，北到哪里？北到关渡，南到秀朗。第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这个官方的机构的进入。等到一个城镇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官方才会进入。其他的时间其实都是老百姓自己去垦拓，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了30年，官方在八里正式设置了一个官方的机构。那淡水河的左右两边，当时候官方其实最重视的城镇在哪里？其实是在新庄。那一方面连接的就是桃园汉人的那个城镇。大概1820年，艋舺地区变成是一个汉人城镇里面发展的其实非常好的。大稻埕其实大概1880年，好，那往前推60年大概就是艋舺，1820年，再往前推60年大概就是新庄。1853年，西方人一直希望他们要跟日本通商，但是呢，因为日本之前一直都长期锁国，所以说他们一直都拒绝了那个西方人，所以那个美国他们就派一个舰队来。那因为那个舰队呢，它是用那柏油涂外面来防水，这个船看起来就是黑色的，好，所以日本人就称之为黑船。
日本是1867年大政奉还，德川家康的那个家族把将军家的势力还给天皇。当时的这个明治天皇，他10几岁吧，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到底我们是要通商，还是我们还是要继续闭关。但是往西化的方向走，这个是没有变的。亚洲的流跟西方的流不太一样，西方的流是增加它的一个殖民地啊，那亚洲的流是逃难。要怎么样我才可以跟这些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第一个就是要所谓的富国强兵，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工厂，跟西方一样，我要有日本的这个产业革命。就当我今天也可以盖出一栋建筑，让你觉得说，哎，我们也是有实力，而且我们的建筑是跟你们一样壮观、一样华丽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我在谈判上面，我就会比较占优势？所以他们就讲这个叫做建筑的政治性，那就觉得说，好，那我们真正要去请一位真正的专家，所以他们就跑到英国去请，好，这个空的来到日本。好，这个就是一个开端，所以他们还特别盖了一个叫鹿鸣馆，好让当时的这些官员的这些夫人都要去学跳这些社交舞，要穿上那种西式的礼服，希望说可以跟西方我们可以平起平坐的来谈。英国的史学家汤恩比，他就在描写日本怎么从一个5年内，短短的5年盖出一个西洋科技代表的铁道。代表那个国家对于新的事物，还有包含对于新的技术的容忍、理解，以及强大的学习的这种哲学。回归到19世纪末期，西方势力开始来看东亚这个地方的角色的时候，清朝也在盖铁路，那日本也在盖铁路。铁路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明治政府的统治，还有它的一些表现来讲，其实是很惊人的。这个官方铁道的一个新建的成功，所以他们发现这个东西对于他们货物运输从东京的首都圈到横滨的这个港口，他发现到这个富国强兵的重要性。那台湾呢？因为他刘铭传本人自己的感受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所以他就跟清朝上奏说我要盖铁路。刘铭传初期带来的铁道，它对台湾来讲，它是一个近代化的标志。那这个事情其实后来也随着它被换掉了，接下来就整个都停掉了。当时日本人北白川宫跟柳亲王第一个进来的时候，他们是搭火车进城，就第一天到了基隆火车站之后，中午就进台北城，一路就直接就坐着火车就进来了。
前面3任的那个总督是比较不顺利，后来等到儿玉源太郎来的时候，跟这个后藤新平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说，我们一定要先盖2个大建筑让大家看。那一个呢就是总督官邸，就是今天的台北宾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神社。台北宾馆盖了，他用日本最好的木头，日本的松木啦，日本的最好的木头。但没想到台湾的白蚁更厉害，所以他盖没多久就被白蚁吃的差不多了。所以深山知恩之处，后来在第2次把它再改造。这个就是深山把这边改建的时候所加的这个圆形的楼梯，工业风格的一个 style。好来，改造之后，他把屋顶全部改成干的了。他那个干就是 truss， 它是 truss 的。其实，在这栋房子里面可以看到早期钢苦混凝土还有钢筋混凝土2个构造物，在那个年代里面应该算作是一个蛮先进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就应用到了一个蛮特殊的东西，可以看到这里金属网金属网，金属网1865这个万国博览会之后这种东西慢慢的就被运用出来了。古时候是如何去创造那个空调的效果？所以它需要很大的屋顶。对，所以你看这个空间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空气的置换室一样。那个老虎窗的窗户必须把它打开来，所以它就会通风。它就会通风。郭老师可能请小心，这边就是地下室的空间了。这里钻进来之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墙体，因式器法来讲的话，这个叫一钉一顺，所以就是一个横的，然后一个竖的，所以你看它类似一个工字形。也许是因为英国建筑师孔德对，有可能孔德这一系列下，它就等于是东京帝国大学造家学科，造家学科就是建筑学科啦的最早期的一个功劳者，他替他建立这样一个科系。成野金吾是第1届的毕业生，他就等于就是康德的衣钵。那个时代就是刚刚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结束的那一年，很有趣。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是过世的，那一年就是这个第1次就是那个竣工了。台北宾馆总共我记得那个17个壁炉，大概都有用瓷砖，都是英国制的。这种瓷砖可以说都是维多利亚瓷砖。那这种立体的瓷砖怎么做又是一个颜色，最高的地方又比较薄，所以这边是有一点光亮的那种，最下面的这个部分就是又比较多，所以那个更立体感有了。靠近仔细看这个都是那个
很细的那个线来表示了啊，所以这种银子啊也有那个点的，但是这个时代哈，英国才做出来这么精致的花样。我一直说哈，台北宾馆是维多利亚瓷砖的宝库。但是它这个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所以在外面举行宴会，好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你看，好，我们的建筑是这个样子。那这也代表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进步的一个程度，要让这个台湾的人民可以感受到说，我们这个日本政府的那个能力，所以他们也把这个官厅建筑视为最重要的要务。台北城这件事情，就是日本人进来的时候，其他都是先沿用旧的，城内的变成日本官员居住区，所以开始大量的营造日本宿舍。他们其实还没有都市计划，是区域改正计划是1900年。城墙的规划跟城门最后的修正是不是跟联络上下艋舺跟大稻埕有一定的关系，而不只是说要对什么对正七星山这个风水的概念。风水有，因为台北城被调过一次，刘骜就是非常有名的风水师，所以他那个整个扭了一个13度的那个状态。对，确定是因为风水的原因。他其实就是100%的峦头派的官员。那个以前读书人其实就是看风水，就如果老师我们活在古代，我们也是看风水，可以有个八卦，可以啊。是。当时是举办日本本国的竞图，那个第1名的人跟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一看这个太像了也不好。那他因为被人家这么检举，第2名才是长野与平治，就取得设计权。好了，取得设计权，那就要来台湾开始要画详细的施工图。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来，他学弟就是深山松之助受聘到总督府修改这个图，他把那个塔给弄到60公尺高，然后各种装饰也都强化，变成很漂亮的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大厅跟刚才那个高塔不能够结合在一起呢？它有它的困难，因为高塔，那你如果要落在这个大厅，它跨距要大，这跨距少说有将近18公尺。那这个你要在中间再架一个 tower， 它没有办法，所以它把这2个拖开来。所以你如果看它的空照图它在那个 tower 的后面还有一个类似球形体，其实就是这个后。所以你看上面4个面有点像罗马那个万神殿，上面说还是圆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总统府最主要的大门，朝东中轴线的大门。建筑物本身它关系到整个都市的尺度，所以我们从这个凯道看出去，发现到前面大概400-500公尺的地方有一个转折往东南再转，你才看到景福门。东门这件事情其实很特别，仿香榭里舍大道，就那个整个东门，然后放射状的那个出去，他去描述那个西方的那个 park 之间的这一个关系。
日本人统治台湾，他对这种整个都市的性格变成是朝北或朝东。当时这个祭拜者总督府出去走今天的凯道，他往前走，走到那个东门圆环啊，他就要拐往北边，就是我们讲刺史街道，从中山南路一直到中山北路。过那个桥以后，开始爬山了，就是到达神社。所以整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精神空间。那在英国，在当时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那最出名的建筑师设计那个 Pancras 火车站，非常漂亮的房子啊。那其中有一个人叫 Norman Shaw， 他很喜欢在红砖的墙面上带个斑马纹，就是有那个白滚边，这叫 Scotland Yard， 一看你会吓一跳，很像我们这个总督府哎。当时人家还戏称它是 Zebra 建筑，斑马建筑。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很欢迎红色建筑，红色的话很近代，红色就是近代，就是红砖的颜色。成也就这样，到了英国去留学他们一看就很喜欢这种比较华丽式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物，所以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跟这样的特色就带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看到很多叫成也式，其实大概就是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红砖，然后白色是仿石子。他们来台湾，他看到台湾很多原有的建筑就是用红砖，所以他们就觉得，红色这个也很适合台湾，因为他们觉得台湾这种南国的气氛。这所谓的第一代建筑师，像森山松之助还有像这个近藤十郎，他们都是成野金吾的学生。那所以呢，他们做的做法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成野样式。当时的这个英国最流行的一个形式，包括使用红砖啊，还有这些水平带仿石子的做法。像我们今天讲所谓的洗石子啊，或者展石子啊，都是为了要仿石材的做法。它也会加入一些我们讲的这些古典的元素。然后还有一些哥德式的一些做法，他会把这些都混合在一起。台湾通常都是一个小小的小尖塔而已。森山松之助来了台湾之后，台湾到处都出现很多球顶的建筑物，他被认为是 Dome Building 圆顶建筑专家。就森山松之助在盖完总督府之后，在台湾这个相当的一段时间，盖了很多很多的房子。那之后他就变成好像台湾最神气的建筑师，首席建筑师，盖了那么多嘛。他的家族是一个贵族，他是世家，他金汤匙，所以他根本不要做官。对啊，所以他的那个课长就交给另外一个比他多2岁的一个学长近藤十郎。他说：“你就说近藤去做吧，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当过官。”他算是一个一直想学西方，对啊，对，他是很棒的建筑师，只是说他的意识形态想学西方，所以在台湾实验了他的西方的梦想。但我们那时候大概是看到明治维新之后，在成野新武之后，想学西方的一些在台湾的尝试。那森山松之助在台湾的建筑里面有没有融合台湾的因素？台湾的气候因素、材料因素。那些社会人文因素，其实可以体会在那个时间，然后在那样的教育，然后来到台湾第一代的这些迎善课的技师，因为他们刚学到了那个时候比较好的这种洋风的东西嘛，所以会很积极的把洋风放进来。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蛮自然，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顶峰就是这样，没有在想什么科学技术的问题啊，社会面、居住面、使用面，我觉得他没有在思考这个，他们就是要堆砌一个帝国的雏形。
湾是完全单身。跟建筑结婚啊，他每天都在画他的图啊。我记得他最后在离开前，台湾已经没有建筑可以做了。1923年广东大地震发生，那个很多红砖的建筑就是倒掉了，岛里面那个帝国饭店是留下来，大家都很注目那栋帝国饭店。那栋是1923年盖好，弗兰克·lloyd·赖特设计的那个帝国饭店。那帝国饭店用的砖是黄色的，所以那栋建筑是跟红色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系统的一个黄色。后来黄色是下一个时代的一个颜色的这样子。他在台湾没有盖过本土化的一个建筑吧？没有，所以来台湾他就建造西洋式的，那他回日本哦，他就建造台湾式的，在东京的新宿，他就建造一个有台湾风味的有一个御花园。对，很有趣啊！他原来是一心想西化，对对对，到了日本之后，反而他是台湾通。登山回日本了，台湾的这个首席建筑师就变成井守勋，他来监造总督。